女人来说，来月经和绝经呢都是要经历的，尤其女性过了45岁后开始进入绝经期，这时身体就会开始衰老，所以女性朋友要学会保养自己。如果不想提前绝经的话，可以常做2件事。第一个，保证充足的睡眠。经常熬夜会影响内分泌，导致月经不调，对子宫和卵巢呢都有伤害。但如果45岁后你每天都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，这样更有利于养护子宫。第二个，坚持适当锻炼。经常锻炼能够让人看起来呢更精神、更年轻，还能够增强抵抗力，对养护子宫也有帮助。除了上面2件事，也可以常用玫瑰花泡水喝。玫瑰花性温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单宁酸，有非常好的理气血瘀、活血散瘀和调经止痛的作用。那女性朋友常喝，不仅可以保养子宫，还能够美容养颜哦。大家都知道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有人说通过走路的快慢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，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走路和我们身体机能有很大关系，比如骨骼、肌肉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如果中老年人走路快而且很稳的话，说明寿命会比较长，身体的机能也比较健康。但是呢，想要长寿不单单取决于走路，还和下面这3点有关。第一点，心态。心态的好坏和长寿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每天都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保持好的心情，那么身体状态也会非常好，这样的人会少生病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二点，睡眠。如果长期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时间长了，疾病就会找上门。而每天都能保持好的睡眠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，人也更容易长寿。第3点，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饮食上能够保持清淡，每天保证有规律的饮食，那么对延长寿命也是有非常大帮助。每天都在走路，可想而知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。腿是交通要道，腿上有很多穴位和经络，维护着气血的运行，而衰老都是从腿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双腿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有助畅通气血，保养双腿。动作1，坐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两腿向前伸直并拢，然后身体向前弯，用双手去扳2脚的脚趾，每次2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脚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养双腿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，双腿膝盖微微弯曲，将双手放在2腿的膝盖上，然后前后左右的转动膝盖，先向左转动，再向右转动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每天可以多做几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畅通气血，疏通经络，对缓解膝关节疼痛、保养膝盖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做一下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平时再注意膝盖保暖，这样膝盖才会越来越好。大家不妨试试吧，希望可以帮助。睡眠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只有睡得好了，才能恢复精神和体力，身体的各个方面也会得到休整。但呢，有的人会有晚上睡不着、总做梦的情况，让人感觉到很难受。那大家不妨试试用贻雾泡水喝，或许能够帮你缓解失眠。那就是酸枣仁了。酸枣仁对睡眠有双向调节的作用。酸枣仁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多种天然的助眠成分，有很好的养心安神的作用。睡觉前用它泡水喝1杯，能帮助促进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哦。那除了用酸枣仁泡水喝，想要拥有好的睡眠质量，还要注意晚上不要喝咖啡，白天少睡觉。晚上呢，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，保持一个有规律的作息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。想要身体健康，那么就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但很多人在睡觉前爱做3件事，这不仅会影响到健康，还可能会缩短寿命。希望大家能够改正。第一，睡觉前生气。睡觉前生气会影响睡眠质量，而且经常生气对肝脏的伤害也很大，还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二，睡觉前吃得太饱，很多人睡觉前还要吃一顿夜宵，那吃完就躺下睡觉了，这样时间长了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对健康也会有影响。
第3，睡觉前做剧烈运动。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也不能够随便运动。如果睡觉前做剧烈运动，会让大脑处于兴奋的状态，影响睡眠，只会起到反效果哦。很多人晚上睡觉时会有胸闷气短、呼吸不顺畅的情况，影响睡眠质量，这样也会影响到第2天的工作和学习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改善这种情况。这个方法就是按脚上的一个反射区，那这个反射区在大脚趾和2脚趾中间这里是食道、咽喉、气管的反射区。我们可以拿一个圆润的刮刷板，从上往下推这个地方，推81下，再换另一只脚。方法一样，次数一样。推的时候，如果感觉疼痛有结节，那这是正常的。每天睡觉前这样做一做，可以帮助缓解呼吸不畅，而且还有保护心脏的作用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血管就像自来水管一样，用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。如果血管堵塞，血液变粘稠，会给身体带来很大危害。若睡觉时有2个表现，或是血管发出的暗号，别忽视了。表现1：睡觉时流口水。睡觉时突然出现流口水的情况，若排除是口腔疾病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中风引起的；若还有口角歪斜的症状，就要警惕，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表现2：睡觉时呼吸困难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睡觉是不会感觉呼吸困难的。若出现这种情况，也要警惕是血管发出的暗号，及时调理。若你出现上面这2种表现，就要好好保养血管了，不妨常做下面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原地小跑。跑步大家都会，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肩放松，2手手臂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踮起脚尖进行原地小跑。每天跑5到10分钟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加速血液循环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对打通血管有很好的作用。大家不妨坚持练。人这一生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。那本来睡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如果睡不对，也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让人折寿。下面这3种错误的睡觉方式，希望你都没有。第1个，睡懒觉。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，很多人喜欢睡懒觉，一睡到中午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错过早餐。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会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而且睡觉时间太长也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，这样不利于身体健康，会使寿命缩短。第2个，白天补觉。很多人喜欢睡颠倒觉，就是晚上熬夜不睡觉，然后白天补觉。如果经常保持这样的睡觉习惯，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，使身体免疫力降低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，不利于人长寿。第3个，吃完饭马上睡觉。如果吃完饭马上睡觉，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，因为人吃完饭后，血液大多集中在胃部，如果马上睡觉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影响肠胃健康。上面这3个睡觉方法，如果你也有的话，尽量都改正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也会离你很近。睡觉是人的休息时间，但很多人由于某些原因出现失眠、半夜总醒的情况，时间长了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影响寿命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有助睡眠。这个方法就是敲打百会穴。百会穴在我们头顶正中，2耳尖连线与前正中线的交点。百会穴属督脉，与脑有密切联系，是调节大脑功能的要穴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可以在睡觉前将手握成空拳，轻轻地敲打百会穴，每次3到5分钟。敲打百会穴有很好的安神定志、促进睡眠的作用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敲打百会还能够促进脑部血液循环，增加脑部供氧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。睡眠是最好的长寿药，我们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中度过。如果每天能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对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。那很多人认为最健康、最长寿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天8小时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有研究表明，每天睡眠保持在6.5到7.5小时之间的人，要比每天睡8小时的人更长寿一些。若每天都能符合这个时间段，而且都是优质的睡眠，那么身体就能够得到充足的休息，人也会感觉到神清气爽、精神抖擞、思维清晰。
如果睡的时间太长或者是太短，对身体健康都是不好的。如果睡眠时间短，不仅会使内分泌发生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还会使人加速衰老，不利于人长寿。而睡眠时间太长，会让身体越睡越累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导致体内毒素、垃圾不能够及时排出，也会给健康带来隐患，使人寿命缩短。所以大家如果能每天保证6.5到7.5小时的睡眠，相对来说或许更容易长寿一些。那大家在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，睡前泡泡脚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